观众朋友，你刚刚听到了，从丧失冰毒一直到琉球地位未定论，中国发动一波波闻不到烟硝味的战争，对内呢更恐怖，已经不是舆论战了，而是人命。在于朦胧之后，第二个在网络被点名的居然是他，他是谁呢？七月与安生、长月烬明的陈都灵传出他也被献祭了，是真的吗？但最近有看到他呀。网友说，你看到的极可能是替身上线。哇，更恐怖的还不只有陈都灵，现在第三个名字也被点出来了，姓胡，全网炸了，会是胡歌吗？谁把娱乐圈变成了恐怖的祭坛呢？好，观众朋友，现在最可怕的是呢，于朦胧事件不是中国演艺圈一个男明星的死亡而已，它像一个线头一样，你知道吗？一拉里亚全部都是最暗黑的人体工厂的产业链了。现在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是呢，第二个。这个被献祭的对象是刚刚说的这个陈都灵。那说到陈都灵呢，必须先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会现在被中共高层给锁定，继承要他准备要死呢？因为他跟于朦胧的交情非常的好，所以现在怀疑是陈都灵知道于朦胧在生前到底遭遇到了哪些暗黑的事，不能公开，他手上有证据，或者是他知情，所以呢，高层一定要他死。再来是两个人有合作，而且现在传出来了，陈都灵要被献祭的日期定在了2天后，12月5号，他即将就要被献祭了。为什么还要挑12月5号呢？因为这个日期呢，刚好是中共的高层蔡奇的生日，所以一连串大家都知道了，被献祭的传闻就开始盛嚣尘上了。好，再来是呢，现在又有美国的灵媒爆料说，其实陈都灵他已经死了，而根据他所看到的这种画面是，他人在偏僻的矿区，而且还跟一个编号是100的人，两个人在那边好像要你死我活，在这边斗争。你想到这个画面有没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感觉？鱿鱼游戏，很多有钱人在背后看，那前面的人怎么样？你死我活，背后的人看得很开心。目前怀疑他现在就是遭遇到这个情形。众目睽睽之下，于朦胧不也就这么样没命了吗？可是如果第二个被献祭的是陈都灵，对，其实这个说法很容易被挑战，而且他极可能被戳破，是因为最近陈都灵还是有公开的活动啊。没错，所以大家都想说他到底是生是死，就变成了一个罗生门，变成一个谜团了。好，那我们就来看哦，因为包括灵媒也有人说他已经死，那也有人说他12月5号才要被献祭嘛，那到底人在哪里呢？包括了他其实都有在出席一些活动，但是他的粉丝说他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眼前这个人绝对不是陈都灵。好，但是观众朋友，我们不是陈都灵的粉丝啊，我们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来，我们又透过照片来做最真实的比对，你就非常的清楚了。3张照片完全露馅了。第一张照片。右边这个是真的陈都灵，左边这个就疑似是假人。怎么看呢？一条线画过去，你会发现真的陈都灵呢，他的耳垂比鼻子还要更长。但是假的陈都灵呢，他的耳垂跟鼻子是同高的。这是第一个，五官比例跟过去完全不同。这要怎么整呢？再来，另外一个最难整的地方，那个东西叫做手掌纹。手掌纹，你看右边的这个真的以前陈都灵的手掌纹哦，它的感情线是比较圆滑的，两边这边还有一个交叉。但你看这个手掌纹，两个一对照，手掌纹比例也是完全不同。这要怎么整形呢？再来，你说这张照片大家看的都是手掌纹，对不对？来，嘉芬带你看一个更仔细的画面。手指的高度你没办法整了吧？中指跟无名指有距离哦，这是真的陈都灵。对，这张呢？两个是一样高的，几乎是等长呢。对，好，除非你把手骨打断，让它重新生长。还有第3张照片也露馅了，而且被他的粉丝说这是关键照片，根本就是替身。为什么？因为以前的陈都灵你知道吧，他演的都是古装剧，所以他很多哭泣的画面是有什么 close 的大镜头特写的，眼珠子在掉下来的这种眼泪的画面。所以呢，他的这个左眼上面呢有一颗痣啊，大家看到了没有？黑色的字在他的这个白眼球上面，眼白这个地方。对，但是假的陈都灵眼球上面干干净净，没有一颗痣。因此呢，大家就透过了这3张的照片跟他的手指的长度等等，去推测说，接下来出现在公开场合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另外一个在10月18号，他其实有露脸哦，这个是官方号称陈都灵本人的画面，他在直播生日的画面。是生日应该开心吧？对，他应该要很开心的跟粉丝互动吧？对，整场直播脸部僵硬，没有笑容，然后最关键的，他的眼珠眼白没有黑痣。另外呢，网友就觉得说太奇怪了，甚至还有人发现说他的这个脖子疑似有阴影，怀疑是戴上人的头套的假面具。我那一天10月18号他的生日直播，我到底看到谁了？我到底看到的这个陈都灵不是陈都灵啊！好，看到这边已经觉得很可怕了，对不对？更可怕的是，在这场生日直播的背后有一个背景音，什么？你干嘛？你打我啊？有没有？你打我啊！住口啊！这一边在直播同一个空间，另外拍不到的在冲突啊！所以你觉得有可能吗？一个艺人的生日直播有可能搞成这样子，背景音杂乱不堪，没道理，而且在哭喊的打闹的这种画面，太冲突了。你知道吗？很多的网友去分析这段影像，他们说，其实背后要控制陈都灵的这帮人，他们根本不怕你知道，他们就在囚禁他。居然网友点名第3个要被献祭、要被消失的姓胡，全网炸锅了，胡歌啊！会是他吗？为什么呢？因为也是有线索的哈。这是一个网红叫做贝姨，那他引述的是一个国外的灵媒的预言。这个灵媒呢预言了很多的内容，其中最关键的，他点名了2件事情，一个是于某某事件呢下一个目标是男性的演员，第2个是他姓胡，而且很大咖，所以呢，网友把这些线索全部堆叠之后，发现会不会就是胡歌呢？好，我们来看到在于朦胧事件之后，这个很关键的画面，胡歌帮于朦胧公开说话了，在帮他抱不平啊！但事情一说完呢，你看到这个画面哦，他出席公开的场合，你看他的眼神哦，在一直回头望，一直这样回头望，然后左右的观望。他有一点点魂不守舍，他好像在找人，不像找人，他像在防着什么一样哎。俊相哥，你说对了，很像在防着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后面有没有一个类似戴着耳机的这个穿白衣服的人员？有，他也是不停的看手机，不停的往后看，有没有？大家都是不停的往后看。他们一起在害怕同一个目标吗？很可能是呢，胡歌已经知道了某些消息，他很可能被监控，或者是遭到某些胁迫，以至于出现这种眼神透露出这种不安跟这种惊恐的表情。那另外最新的画面曝光了，你知道这个艺人是非常非常反差的，艺人在镜头前要保持最好的状态，那当然一定要。但是胡歌很反常，他一直把自己弄成最糟糕的状态。为什么？胡歌的最新电影，这部电影叫做《3滴血》要上映了，他在电影的场合上面，你看到这个背板哦，电影3滴血的这个曝光的消息，对，应该是要怎么样盛装出席，精神抖擞的。对，但是你知道吗？这张照片在网络上流传，说胡歌根本是什么断崖式的崩坏，而且感觉他是在刻意营造自己的崩坏。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啊，在中共的演艺圈里面，如果你太漂亮了、太秀气、长得太好看了，你就被锁定当目标，是，而且命都可能会丢了。为什么？其实有证据的哦。胡歌曾经说过一句话，这是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不小心、不经意的说出口了。他说：“我要不转型的话呢，就没命了。”哎呦，这个意思你要知道，他当时出江湖，就我们讲跟于朦胧一样，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帅的小鲜肉。对，我继续是小鲜肉的话，我最后可能会没命啊。而且你知道他当时爆红的时候是什么？演《琅琊榜》的梅长苏，哇，那个仙气之这个飘飘然的感觉哦，非常的仙气十足，而且很有灵气。所以为什么要转型？他那么爆红的情况之下，突然要转型，再加上很多人说于朦胧曾经被提醒说长得太好看，不要进演艺圈。另外呢，还有包括了胡歌当时啊演《琅琊榜》大红之后，突然间说，哎呀，我要这个销声匿迹，我要去海外进修，然后呢就退出演艺圈长达了5年哦。突然在某一个深夜，他抛出了一张文章，po上了自己的照片。你知道这个照片啊，很像是在原始当地生活，胡渣满面，连头发都不剪了，然后配上了一些很奇怪的字句，就是把自己弄到了无比的狼狈。对他，大家当时看了都觉得傻眼，但似乎不知道他其实在保命啊。你说他在配出了什么样的文字呢？他说什么？他说我尽量保持冷静，什么态度？你当下是非常非常的恐惧吗？还是很激动呢？他说要保持冷静。再来，他道歉，他对不起好多人，但希望对得起自己短暂的一生。哎，你知道吗？你描述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一个说不上来的怪，哪里怪？
一个人登峰造极了，已经大红特红，我当然乘胜追击。你哪有道理演出了大红特红的《琅琊榜》之后离开了，你就断然了，离开5年不见人影，不通吧？好，再来呢，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哦，这其实有登上新闻版面的哦。这个事件更离奇、更诡异了，因为大家去推测说，怀疑这3句话讲的是这一起事件。这是2006年呢，当时胡歌拍完了《射雕英雄传》，那么就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时候呢，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啊！哈，那当时呢，其实胡歌去回忆说，有可能当时这场车祸死的人应该是他，因为当时包括了这个司机都说，当天哦他精神很好，也没有打瞌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哪里冲出来那个大卡车，然后呢就造成这个严重的车祸，就是意外啊。好，你说意外吗？你知道吗？其实本来胡歌坐的位置是这个女助理坐的位置哦，本来胡歌是坐在副驾驶座，女助理坐在后面的哦。但后来呢，女助理说胡歌太累了，让他去后座休息，两个人就这样阴错阳差换了位置。结果就这样子遭到这个卡车撞击之后呢，女助理就不幸身亡了。那如果当年没有换位置的话，会不会胡歌就是被这些高层锁定的对象？哇，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本来以为这个所谓的死亡谜团，所谓的怒火应该扑灭了，没有想到它又闪然爆发出来，所有源头的核心在于朦胧。那其中有一个似乎要潜规则于朦胧的这个人叫做田海蓉，他出席了一场电影首映会，结果你知道有多巧合吗？灯光舞台效果一打下去，竟然在他的头发后面出现了一个人影，而这个人影呢，你知道短发、鼻尖加上下巴，很多人都觉得说，哇，这个影子不就是于朦胧的侧脸吗？于是绘声绘影就说于朦胧回来复仇了，因为他在生前经历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哦。化妆师出来爆料 ，PO 上网络说他在帮于朦胧盖粉的时候，都要帮他遮掩乌青啊，他的脸上、脖子都有多处的淤青啊。所以我们看不到的另外一个小房间里面，一个私密的密室里，他饱受凌虐跟殴打吗？对，而且他的这个化妆师还形容说呢，他除了被拖出去打之外呢，很可能还打到隔天伤重到没有办法下床去做拍戏。所以呢，化妆师在网络上面爆料，而这个化妆师爆完料之后呢，他的所有贴文都被下架，大家都很担心这个化妆师的安危。除了这些暴力的殴打之外，还有更可怕的。之前我们讲过了，他的这个脸鬓角的地方被刻上了一个新的道字，被烙印上去，你知道这个有多痛吗？再来是更可怕的，于朦胧的右耳怀疑已经被切掉。这个是之前于朦胧被拍到的侧脸画面，正常的右边耳朵没有阴影，没有黑线。对呀，这个比较短呢，这个耳朵比较短呢。对，不一样。再来，这条线是怎么回事？这个阴影的折叠处是怀疑是耳朵被切掉之后，用一个假耳朵装上去的样子。另外呢，你知道他除了被殴打、虐打之外，怀疑他被长期监控，证据在哪里呢？证据在他穿的鞋子跟他的脚完全是不符合的，他的脚非常的大双，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根本不符合他的脚型。就是他的脚没那么大，但鞋子很大。对，那你要装什么呢？目前就有人推测说呢，里面疑似装的是这个电子脚镣，他的脖子这个地方有一个监视器，这个要监视什么？电击他用的。天哪！你讲错话我就电你。对，所以不只是监控他，他还用这种电击器让他造成人生的恐惧。观众朋友，今天晚上我们来看到，从现在开始，越到年底，台湾车坛越是战鼓齐鸣。当年 MG 是怎么用低价打进台湾，杀遍天下无敌手？那其他人还客气什么？学起来！11月的国产休旅福特 Kuga 跌出了前10名，现在他要绝地大反攻啦！一口气推出了85万油找的油车，还有96万的油电车，一口价满配备，把 MG 那套通通给学上用上了。你以为只有福特在换血吗？另外一位王者也苏醒了。未来2年，一口气推出了5款新车，全面享视，那就是30，喊出了明年第1季5000辆车的目标，起手式就是 X-Force，80万起。不要忘了，当年 Lancer 跟 Gallant 的车坛霸气，中华30能重返荣耀吗？
福特跟三菱啊，这两个这个所谓的车系啊，事实上在这几年里面，很多人都觉得说啊，他们的车子啊推陈出新的速度非常的慢。但我跟你讲，接下来可是进入到相互厮杀的战场里面了，让你目不暇接。你刚刚提到说福特的那个酷咖。因为呢，其实它已经进入到末代的这一个车型了，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它准备要再推出了。现在这一个，我跟你讲哦，就光预告打出来啊，让一大堆人啊下巴都掉下来。为什么呢？这个福特打的这个Territory 啊，这个车系啊，你光看它的整体的这个报价，以牌价上面来说，它的最顶规的版本开到多少钱？你知道？109.9万啊。才110万有找哎，其实过往啊，很多人在早期的时候说100万名车，后来你现在随便买个休旅车都要破100万以上。是，但是他告诉你说我的顶规是110万有找哦。那往下压可以便宜到什么地方？而且这个是所谓的油电顶级版啊。是，如果你是买汽油版的话，它其实啊开价拍到什么东西啊？94.9万。如果你有所谓的旧换新跟货物税的补助的话，你大概最便宜85万以内啊，你就买得到一台最新的这个所谓的跨界休旅车啊，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事实上啊，在2018年的时候，台湾的车市也面临到一波的冲击。为什么？那时候大家从传统的这个所谓的仪表走向数位仪表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哇，整个车市会大翻天。结果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所谓的跨界休旅，就是因为大家喜欢休旅车的大小。但是呢，我又希望排气量啊、吸湿数不要这么大，省这个税金嘛。你看福特的这个车系里面，完全都告诉你说什么？我告诉你啦，你们现在讲什么 ACC 自动跟车啦这些东西，我全部都给你啊，全部配到好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其实会直接冲击的都是我们所谓的国产车系的这些所谓的厂商啊。你光看哦，2025年11月的国产车的车型排行榜哦，像 Toyota 的 Corolla Cross 哦，事实上挂牌数还是在第1名啊。是，而且你可以看到。前几名几乎 Toyota 包办了，你看前5名里面，它有3个就在这里面，甚至像 Honda 这些，MG 都能够拿到第7名了，而且 MG 的 G50 Plus 才刚上来没有多久，没想到大家抢成一团。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福特现在看起来准备靠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是 Territory 的这个车啊，希望能够力挽狂澜。而且你光看它的这个售价上面来讲，打的就是什么？打的就是Toyota 这个 Corolla Cross 基本上你看它的售价也是在81万到99万这个区间里面。你如果对照它这个今天这个福特的这个新车系来讲，直接对手打的就是它。对，而且再告诉大家什么？它其实走一个跨界休旅的部分。以前大家觉得说你吸数小，车型一定很小，坐在里面小小的不舒服。他说没有啊，第一个我车格大。第2个我满配给你，第3个是我还给你挂 turbo。以前过往就要挂 turbo， 你要不然加点钱啊，没有100万以上给你挂什么 turbo？ 他现在告诉你说没有哦，我给你这个 turbo 这个，而且最重要的是，以前我们看到这种车子啊，在国产车里面，为了要拿所谓的税金上面的补助，很多人都会跟你讲说，我跟你讲，你那个挂的叫做货车牌啦，要不然就是客货车牌。那个重点是什么？你把后行李箱打开的时候，后边有一根铁杆。平常的时候你会把它拆掉，但是来就画面上面怎么看到有没有？对，那个后座椅上方有一个黑黑的那个杆子，你验车的时候那个铁杆要装上去啊。但是这一次福特跟你讲说，man 啦，直接帮你申请就是自小客啦，拿掉那根铁杆，让你怎样空间变得更大。所以这个以后不要再说我好像开的这个车像在开货车，你知道像酷卡刚出来的时候后面有一根杆子啊，现在全部拿掉，告诉你讲说我用自小客车来申报，我还能够干嘛？以后你要来做计程车都可以呀。这个是更深的商机了。最后呢，如果吹出了销量的话，你不要讲说11名挤不进前10，他搞不好威胁到前10名的这些王者。说到了王者，我们来看看真的苏醒了多久？米兹必须没有推新车了，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一下重磅宣布，未来2年之内，保证让你看到目不暇接，至少5款新车，而且定出了这个所谓的目标，明年的第1季。他们要卖出5000辆，你凭什么呢？其实30的车子在台湾也不是说没有车子在卖，但是对于家用市场来讲，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它市场好像没有像过往的这么大。主要是商用车是不是？比较多是这个，因为它后来有2个品牌出现嘛，所以大家都觉得就是说，好像大家在商用车这个，但是没有。你现在看到中华30所展开的全线布局，你光看这6台车你就知道，它等于是全车系要全面大反攻不只是所谓跨界的休旅的这个部分，你看连皮卡它也要出啊，再包含到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5人座、7人座这些，一个
个都要出来哦。所以他现在标榜是2年内我要导入5款的车，这个新车，而且最重要，第一个就是 X-Force 这台车呢，要当所谓的开路先锋，年底台北车展呢就会直接亮相。更不要讲，其实以Mitsubishi在日本来讲，它的 Pajero 啦，这个的车子，在日本是卖得下叫啊。是。现在告诉大家，讲说新一代的 Pajero 的这个越野休旅啊，都有可能会在国内推出啊。2年导入5款，那华丽的初登场会是哪一款车？其实早在泰国已经先练兵了，而且拿下了极佳的成绩啊！泰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哦。其实全世界车厂哦，不管是汽车或者是机车哦，很多人都把泰国列为首发站。亚洲的底特律啊，没错。结果你看哦 ，X-Force 这台车一推出的时候，在2025年拿下泰国年度风云车哦，是。这代表什么？它第一个，它是为所谓亚洲市场来量身定做。对。因为对欧美人来讲，我可能因为我的地很大嘛，那我的道路用路环境很宽，所以我可能想要大一点的车子。可是亚洲地区基本上道路比较狭小，所以呢，像这种所谓的中小型的休旅啊，其实比较符合亚洲人的喜欢。所以呢，他就告诉你讲说，我是精准的为亚洲市场量身打造，叫做 CUV，而不是叫 SUV 哦。所以代表是什么？我刚刚提到像跨界休旅的这一块，我是小车，但我空间大。最重点是什么？它呢用这个所谓的预售价的部分，是精准瞄准到消费者需要的甜蜜点。这样一台车告诉你卖80万有找啊，甜不甜？甜啊，甜到我也想去看看车。说你80万，我们现在很多人对这个概念是80万你能买到什么样的一个车子？但是 X-Force 告诉你说，我敢在泰国开出这个价，而且能够拿下年度风云车，我就不怕你来看。巨人醒来了。我们这不禁想起了，讲到了Mitsubishi，我们想到了 Galant，想到了 Lancer，这一次重返荣耀，勾起当时他们的高光记忆啊。其实，在民国大概84年左右啊，Mitsubishi Lancer 这个车子刚推到这个台湾的时候，确实引发非常多的这个回响跟震撼。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你不要用现在的眼光去看那个 Lancer 这台车啊。他当时首度引进的时候呢，他告诉大家讲说，我这台 Lancer 啊是主打叫做全员尊重家庭价值，还告诉你说开这个车的就是新好男人啊。重点是他的名字叫做林帅，林帅听起来好像开了越开越帅。可是我跟你讲哦，他那时候一推出来的时候，隔年啊，82年推出的时候，我刚刚不是讲83、84那个阶段吗？隔年就用7%的市占率成为最畅销的车款哦。1994年的时候是年度风云车的这个头衔啊。那可是呢，那个时候当时在买这个车子的时候，必须讲哦，因为它是1.6cc 的这个排气量，有些人觉得说，这个马力数可能不是很大，想要再大一点。后来1996年的时候呢，Mitsubishi在台湾推出的第2代的 Lancer， 那个叫 Voyage，Voyage 那时候在主打的是我是1.8的这个引擎啊，所以我的CC 数变大的时候，马力也变大，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告诉你说，我还搭载了所谓的4速手自排的变速箱，那在以前传统的那个年代，就是传统的这个排档杆推来推去，他告诉你说我有手自排啦，那时候其实对很多年轻人来讲，我的首选居然是想要买这个，再加上什么，你知道？透过电影的帮助啊，像如果你早期在看成龙的电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他超喜欢用Mitsubishi的车系，特别是呢，他主演了《霹雳火》，使用 Lancer EVO 第3代啊，那时候成为那个最佳的代言人。当然，我那时候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总觉得说，哇，这个Mitsubishi的车怎么这么神？成龙开车很猛，东撞西撞，那车永远不会坏，美派呀，钣金也不会凹，什么东西都不会坏，永远都是漂漂亮亮。但是你知道吗？因为他成为 Lancer 最佳的代言人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买 Lancer 这台车的时候，要去改那个外观，改外观，而且呢，后面的高尾翼要改上来，就是要让他觉得说，我买的不是 Lancer， 我买的是 EVO 啊。而且你可以看到，1999年的时候，《烈火战车2》的极速传说里面，连郑伊健啊，他演那个是个 Sky 哥哥，对不对？他开的车子也是开着 EVO 5代啊，所以大家就发现到说，这个车子其实啊，在日本或者在各个赛道上面，其实都创下绝佳的成绩。在当年啊，能够开一台 Lancer 的这个车子啊，或者Mitsubishi的车子，我告诉你，那是一个帅哥的表征啊。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
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